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昨天啊，本来晚上想等这个 ChatGPT 的发布会呢，后来我这个鼻炎确实厉害，实在是受不了，我就睡了啊。今天早上一早呢，看已经有一些消息出来了。那我正在准备测试的时候啊，进到这个ChatGPT 界面，它自动就向我推出来了。我们看一下，他说：“你现在可以试试我们最新的模型 GPT-4O 啊。”他说它比 GPT-4还要快，更能准确的理解图像、你的语音和语言啊等等。我们就 try it now 是吧？回头呢我们再评啊。我们看这是4O 的啊，现在已经自动替换成4O 了吗？你看它这个选项里边呢，它是有 GPT-4O 啊 GPT-4 和 GPT-3.5 啊，在这个菜单里边大家看到了哈。那么它现在呢推荐4O， 我们就试一下。我们呢就给它简单的先上篇论文吧，简单的上一篇论文。这是昨天我看的一篇关于GPT-4啊，就是让它翻译啊，让它给我读一下关于一个叫Atom GPT 的一篇论文。什么叫 Atom GPT 呢？就是一个材料的这么一个生成式的大模型。所以我们先问问他，这篇论文讲了哪些东西吸引人？咱不问他内容，看他能不能挑出吸引人的东西来。哎呦，这速度是快啊！他说这篇论文介绍了叫Atom GPT 啊，专为材料设计的基于 Transformer 的这种生成性预训练模型，基于材料设计的新方法，化学结构和描述啊，双向设计能力集成的 LM 模型啊，利用最新的有 GPT-2 和Mistral AI 可以与新的模型库集成啊。那它这个读取速度啊，确实比 GPT-4 要更快。所以这就是和我昨天啊录的那个短视频是有点意思了。我当时说，我说这个如果推出一个类 GPT-4 的东西，那和 GPT-4 有什么区别呢？他现在说呢 GPT-4O 啊，这个更快啊，显像速度更快，然后呢，可能对于音视频的处理呢是更及时。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4O 是不是不需要掏钱的，是免费的，而4是需要掏钱的。那我为什么要掏钱继续购买它的4呢？是吧？我不知道他们后续是怎么样的。这个4O 是不是也有使用次数限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4O啊，他们说呢会有相当的叫什么呢？叫对于语气啊、情绪啊，它是有分析能力的。就是他们新推出的模型啊，对于语气啊、你的情绪表达、你的状况，它是知道的。那这个事儿呢，我刚才之前啊，我就特意录了我的几个表情包，也不叫表情包，就是我特意的露出几个表情来。当然我不是专业演员啊，抓的不是太好。我先上传一个看看啊，上传一个我的表情包，我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屏幕截图，对，我先上传一个笑的啊，先传一个笑的。我的情绪如何？这个题应该比较简单吧？从这张照片来看，你的情绪看起来很平静和放松，你的微笑也表明你可能心情不错。背景中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神秘和宁静的感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你的放松情绪。需要注意的是，准确解读一个人的情绪需要结合更多的背景信息和沟通，以上只是基于图片的表面观察。这个算是滴水不漏吧，是吧，朋友们，是不是算是滴水不漏啊？哈哈哈。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图片，我们看看啊，我把这个图像这几个图片拿上来啊，要不然大家看不到啊。这是我截的啊，这三个截图，这是刚才截的这个微笑的啊，刚才这个 GPT 看微笑的。那么我们再来一个皱眉的啊，这个皱眉的，这个就有点迷惑了啊，看他怎么看我这个皱眉的这张照片，是吧？
这个不是专业演员啊，看的有点喂，我这个视频断了就断了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皱眉的它是什么反应啊？这个呢，看他这个怎么说。哎，你看起来情绪比较严肃，可能有些困惑或专注，你的眉头紧皱，嘴唇抿紧，这些表情通常与思考、怀疑与不满有关。与前一张照片相比啊，这张相片显得更为严肃和认真。哈哈，差不多，咱这个三流都算不上的。再看这个啊，这个呢，应该找一些专业的表情包。哎，这张照片中表现有惊讶和困惑，你的眉毛抬起，眼睛睁大，嘴巴微张，这些特征呢，通常与惊讶和不确定有关。这个表情啊，显示你可能遇到了一些意外情况，或正在思考某个令你困惑的问题。啊，那现在其实这个难度啊并不大啊，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读这种表情呢，是在之前也是应该有这个能力的，我没试过啊，今天是第一次在这个GPT-4O 上试欧米尼啊。那讲完这个呀，其实其他像什么解方程啊什么呀，都是小儿科了。那更多的呢，应该在手机上实验。我这会儿没连手机，所以呢，咱们就在电脑上继续看一下他们这次发布会的一些情况。那这次发布会啊，实际上呢，他们分几部分啊，一部分是现场的 PPT 演示，也有拿手机的这个展示。发布会的规模呢，并不算太大啊。总体来说呢，就是还是展示了一些新的玩意儿。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音视频的东西，他们强调了几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馈社会、回馈用户的。相比 GPT-4 Turbo 来说呀，速度快2倍，成本降低50%，API 的速率限制提高5倍。那 OpenAI 它后来它演示的时候呢，这也就是个求方程啊、做口译啊、分析图表，这些在过去的AI 里边都能实现。现在唯一的什么呢？性能更加提高了，而且还免费。所以免费的话，我是不是该购买 Cloud 的付费了？那 GPT 付费我就不想买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语音模型上就是说用手机实时的和语音模型沟通可以很快的得到答案，而且呢能检测到这个呼吸声如果呢你呼吸比较急促他就会劝你不要太紧张，让你放轻松点。关键是什么呢？就时间比较长。那用过这个手机的GPT 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手机 GPT 呢，还是反正我这块响应还是有点慢的，说实话响应还是有点慢的，没那么快。那看起来呢，这个新的GPT-O 这个响应还是比较快的能做到一个就是和人类同等的反应的响应所以如果就这点功能的话呢，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读取人类的情绪刚才看了几张照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大家知道人类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几张表情包就能够完全说明的，是吧？那如果说一些微表情持续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训练对微表情的捕捉等等。另外他这次叫的名字叫 GPT-4O 这个 O 呢指的是Omni OMNI 它指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东西呢，这名字听着呢还是有点别扭这个起名字吧，我觉得它叫这个 GPT 就很多的时候确实是就发音的时候呢容易听成 GBD 那现在呢他来一个 4O 用英语说你就 4O 也好什么的，这个反正我可能是新词儿吧听起来还是有点别扭主要呢就是这么个内容平均延迟时间是大大的缩短了，而且呢因为 OpenAI 用这个3个独立的模型实现这种对话，那把模型呢，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把音频放入文本，一个模型呢接收并输出文本，再有一个模型呢把文本转换为音频，就在手机的这个使用过程中，这个过程中就它
它要降噪减码是吧？它把很多信息要滤掉，所以呢，它能否直接的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全方位的察言观色，我觉得路还很长。而且呢，像通话背景噪音啊这些东西啊，都还是有困难。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时候，我们哈哈大笑，GPT 的这个哈哈大笑呢，恐怕还是有障碍吧。当然了，我前面说的，我说找一个翻译的工具，那看来这个是没问题了翻译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现场演示的时候啊，就像一个人类的口译机一样就这么翻译。那么他说一种语言，然后呢就是GPT 呢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而且呢就是准确率是相当高的比如说各种小语种的，甚至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只要他学习过的可能都可以。所以这个呢起码就是将来在旅游市场上会很有市场的就是基本上实现没有延时的实时的一个每天可能要几千块钱的口译员跟着你，带你去世界各地旅游，是不是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好的，这就是关于ChatGPT 4O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回头呢，我会做一个手机的测试给大家看。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